要说童年里印象最深的味道，那一定是奶奶给我们做的葱烤大排。所需要的主要食材就是猪大排和香葱了。先给周围断筋，再用刀背十字敲打松肉，拍到比原来大出一半就可以了。听奶奶说啊，好吃的猪大排一定是带着油边的。我这个是沂蒙山的360天黑土猪，特别定制了单片的独立包装，更方便化冻。每片都有1.5厘米的厚度，而且一包足足4斤，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小秘诀，用木薯淀粉和牛奶腌制出来的肉质会更加酥嫩多汁。不断抓拌上浆，静置半个小时，油温6成热，小大排每面炸30秒，炸到两面金黄即可。锅内留下一层底油，放入大量葱段，炸出香味后，将大排回锅，倒入屏幕上的调料，加水和大排齐平，煮开后转成小火焖煮10分钟，最后用大火收汁，直到大排裹上油亮的酱汁就完成了。大排和汤汁搭上米饭，就和小时候吃到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这应该是我做过最简单的糖醋排骨了，酸甜适中，软嫩脱骨，我们家孩子一口气连吃了好几个。做排骨还是习惯先焯水一下，去除腥味和血沫，给孩子们吃起来也更放心。油热了下锅，煎到表皮微微焦黄就可以了。加上一包山楂糖醋汁，不用炒糖色，也不用加任何调味料，水开了转小火炖上半小时就行。小野清煮的山楂糖醋汁里有很高含量的山楂汁，用它炖肉就特别容易酥烂，而且没有防腐剂、香精色素这些的。开盖后转大火收个汁，排骨慢慢的就会变得粘稠红亮起来。酸酸甜甜的山楂香气特别促进食欲，排骨被炖得软嫩脱骨，建议妈妈们都试试这个做法，色香味俱全，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。这种咸味的面包你们吃过没？就这个恰巴塔，外皮酥脆，里面松软，这是低温12小时先酵母发酵的，就是那种微咸的发酵感，闻起来特别香。这种短保的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，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，买回家吃不完你就先冷冻起来，要吃的时候空气炸锅烘烤一下，外皮就变得超级酥脆了，切开来里面松松软软的，都还冒着热气，你再加点肉蛋菜啊什么的，作为早餐就很健康，这个真的值得入手。一到冬天，我们家最常吃的一道菜就是这个肉末茄子粉丝包了。这种茄子一般不用去皮，切成细长条，我这个有点粗了，后面我又改刀了一下，加一把盐，不断抓拌，逼出多余的水分，这样炒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吸油了。猪肉末炒到变色，加入蒜末、小米辣还有茄子翻炒一下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调一碗这个酱汁，熬煮到汤汁变稠就可以关火。做到这一步，离成功就已经不远了。老粉都知道这个砂锅是我的老伙计了，正好呢，最近很多粉丝问，今天就给你们安排上。底部铺一层粉丝，然后倒入肉末茄子，加半碗清水煮开，盖上盖焖煮个5-6分钟。这道菜应该算是没什么难点了吧，真的谁做都好吃。把粉丝和肉末搅拌搅拌，让粉丝吸饱这个汤汁，吸溜一口真的巨好吃。可以吃饭喽！之前有2000多万人看过我做的酸菜鱼，今天呢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做一锅酸爽过瘾的苗家酸汤鱼，你们也一定会喜欢的。我们这的市场阿姨都会帮忙把鱼处理成薄片，这样回家只要清洗干净腌制就行了。腌鱼的配方你们要记得截图保存哟，这样做绝对没有鱼腥味的。我用了家乐的苗家风味酸汤鱼料包，这样的料包最适合厨房小白了，只要加水煮开就能得到特别正宗的红酸汤底了。前几天还用它做过红酸汤米线，也特别的好吃。配菜呢，我放了番茄、菌菇和魔芋，加上鱼片，热量也没有多少，重点是味道可是一点也没输店里的。酱包里还配了一袋木姜子油，这可是酸汤鱼的灵魂所在。另外还做了一份红酸汤底串串锅，这锅酸辣汤的味道真的绝了，有空你也可以试试看哟。可以吃饭喽。好的。每天的早餐最不能随便了，肯定要吃些好的。今天的幸福来源是一份脆皮鲜虾锅贴，还有鲜炖燕窝，花样丰富又有营养。鲜虾去壳保留尾部，这样包起来会更漂亮。锅贴的猪肉内馅我用到的食材，你们看看屏幕左侧，这个馅料包什么都好吃。这种锅贴的包法最适合不会包饺子的姐妹啦，一层肉馅，一只虾，两头对折捏紧就行了。做多了就放冰箱冷冻，比买来的速冻食品健康多了。煎锅贴也是毫无难度的，中小火煎到底部金黄，淋上淀粉水焖煮2分钟。最后开盖转大火收干水分就行。
做好的锅贴外皮酥脆，内馅饱满，拿去出汤也绝对不是问题。最近晚上总熬夜，早餐来一瓶鲜炖燕窝，给自己调理身体，缓解一下疲劳。近期吃了好些，感觉皮肤状态也在变好。女生还是要多爱自己一些的。吃饭吧。好。最近看了好多简单粗暴的东北老式拌饭，只需要用到鸡蛋和一些平平无奇的调料，结合在一起却能变成吃不腻的神奇美味。做法看字幕了，记得保存起来。最近特想吃无骨鸡爪，犯懒不想自己做，就囤了2瓶，估计很快又要被我消灭了。你们试试用东北拌饭搭配无骨鸡爪，绝对是人间美味。吃饭吧。只要看到热油淋过，就知道这道菜注定不简单啦。分享一个超好吃的蒜蓉火腿金针菇给你们。将泡好的粉丝、金针菇还有火腿像这样一层层铺上，再淋上调好的蒜蓉酱，大火蒸10分钟就可以啦。